1923H1的病人一直加油吐。他吐些什么？都是一些未消化完的食物。Novami Ampo Ibiste。好，我知道了。苏医师早。早。拿去。什么？打开看呢。哎呦，是头巾啦。你不是答应过人家？我想你没有时间买，就先帮你买喽。不要辜负人家小女生的一番期待。哦，里面有一条用红色纸袋装的，是我送她的，帮我拿给她。是啊。文丽，以后这些事我自己来就好了。为什么？没有了，我怕你真的交不到男朋友。你会不会想太多啊？你担心你自己吧你。你知道那个麻醉科的关医师好像出了什么事？什么事啊？没有啊，我就听说，好像他帮黄院长那个病人做麻醉，然后在手术过程中，那个病人就 expire 了。啊？苏医师。关心。嗨。你没事吧？还好，我看起来很惨啊。关于黄院长那件事情，想说做。就是注意那个配置，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话，你一定要让我知道，好不好？谢谢，我自己可以应付。我知道，不好意思，可是你一定要跟我说你心里需要。哎，你不是要上去？东西忘了拿。关门中。啊？苏医师。啊？哦。关门中。刘新平，苏医师，我还在想，你为什么都没有来看我呢？早上有来啊，刚好碰到你爸，所以我就回避一下。回避？嗯，哎，他还在啊？对啊，你干嘛要回避啊？我是来看你的嘛，而且我比较不喜欢那种大场面，太严肃了，还好吗？
36度7，好多了。啊？这是我之前答应要送你的礼物。哇，还有礼物哎！这什么啊？打开来看看啊。哇，好可爱的帽子哦！还有头巾，好漂亮哦！都是你送我的吗？哦，这不是我挑的，是我的护理长帮我挑的。护理长，哦，对了，这个是他指定要送给你的。他送我的啊。所以是你做嘛？啊，眼光不错嘛。老实说，是不是女朋友啊？你想太多了啦。是吗？医生跟护士，不是有很多故事都这样写的吗？不然他一定很喜欢你，不然他怎么会做得那么周到，又替你买礼物，然后又包装得那么好？诶，这个是卡片啊，好可爱哟！一个女孩子如果不喜欢一个男生，她不会那么贴心的。你是帅哥医生呢，放聪明一点。那个是他的工作，他现在只是我的特别助理而已啦。护士的工作也包含了帮医生买礼物吗？护士的工作有包含要安抚病人的情绪啊。哦，我知道了，你在装傻。我知道他喜欢你，对不对？可是你不想回应，怎么样？都不够漂亮吗？小朋友，你不要乱想那些有的没有的好不好？晚上要做化疗哎。还好吗？只要不打针，我什么都不怕。又不是第一次做化疗。好好加油哦。苏医师，我知道现在我不在你管辖内，可是你有空，能不能来陪我聊聊？在这里好无聊，快闷死了。考虑看看咯。好啦，我尽量了，好不好？那我怎么找你？我写我电话给你。还有吗？哎呦，副主任，你赶时间啊？不是还要去巡房吗？我想要先去楼上看一下。副主任要去看总统的女儿吗？叔父，需要我跟你一起上去吗？好啊。没有了。没有了。好，走。赶快接电话，赶快接电话！那，这是我的电话号码。这顶帽子好不好看？这样更可爱。那你帮我转告那位好心的护士小姐，说我跟她说声谢谢，还有告诉她，有像你这么好的男生可以喜欢，真的令人羡慕。我看只有你一个人这么想吧。
觉得我会这样想也不错啊。虽然我只是个病人，可是也是个可爱的病人吧。等我病好了以后，我就不用穿这些病人的衣服啦。告诉你哦，总有一天我会变成一个大美女哦。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像总统的女儿。这几年我是总统的女儿，可是我一辈子都是刘新平。不错，见解蛮独到的哦。全名是外科主任。你们外科很尽力哦，一直有人来看他呢。刚好你们的也是外科，苏玉华医生也在里面。你们苏医生的手机在叫。秋父，麻烦，谢谢。苏医师也很关心别人的病人哈，还是说这个病人的身份很特殊啊？我只是觉得他需要多一点的关心，也需要特别注意他现在发烧后的反应而已。你把我这个外科副主任当成实习医生来教，跟我讲基础常识。我只是对于什么？对于你没有办法亲自帮总统的女儿开刀，觉得非常遗憾，对不对？好，就算当初是让你来上刀好了，你以为这样子的话，在记者会里面拿着麦克风讲话的人就会是你吗？你太天真了，苏医师。你现在一天到晚拿着发烧那么一点小理由在那边大做文章，你到底是在跟谁过不去啊？你可以不尊重我这个副主任，但是我请你一定要尊重制度，尊重伦理。我们整个外科是一个 team， 甚至整个医院都是一个 team。teamwork 不是让你一个人在那边爱怎么搞就怎么搞的。以后如果你要质疑别人手术失败的话，请你多拿出一些能够说服别人的证据出来。如果你们还是一直让一些跟治疗无关的人在这边进进出出的话，那万一总统和千金出了任何状况，那就不一定是我们医院的责任喽。他这什么意思？苏玉华的脑袋秀的。像他这样做已经明显违反了我们医院伦理，而且从专业角度上来看，他也不见得对病人有帮助，搞不清楚他在想什么。这件事情主任觉得怎么处理？要我怎么处理？一定跟许大明有关，想把我强起来，没那么容易。徐主任应该是因为上次开刀那件事情，他耿耿于怀吧。哼，咱们就走着瞧吧。
副主任，化疗已经开始了。是，我今天晚上会待在这边，如果有什么事情，我随时向您报告。是，我知道。你在紧张吗？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喂，哪位？车副主任你好，我是秘书室主任杨温。是，你好。真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但实在事情蛮急的，所以才直接打给你。没关系，有什么话你请讲。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有时间可以来约一趟吗？现在？我知道有点突然，但是我想当面讲会比较清楚一点，而且黄院长也在这里等你，所以是不是可以麻烦你过来一下？好，我现在马上过去。好，那就麻烦你了，我们在院长室等你。好。车副主任，真抱歉，现在请你过来。院长，邱副主任，不好意思，这么晚要把你找来，请坐。杨秘书，你把事情跟邱副主任说明一下。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昨天那个病患的死亡证明还有相关的离院手续，都在我们的协助之下办好了。他现在尸体停放在太平间的冷冻库里面。他的情况符合我们的研究教学病例。所以在院长的批示之下，所有的医疗费用大概5万多块，全部都可以减免。另外，院长还以个人的名义捐赠了10万元的慰问金。那么病患的家属收下了吧？没收，不但没收，刚刚院长还收到恐吓电话，对方要求800万的赔偿金。800万？如果价钱合理，这倒不失为一个简单的办法。医学院这么多事情，我哪有那些心力在弄这些？可是如果立即同意赔偿的话，不就是我们承认医疗疏失了吗？在和解还没有谈判之前，我们绝对不能承认任何的错误，否则病患的家属只会欲取欲求，我们就一点立场都没有了。麻醉科的关医师会过来吧？我们觉得你比关医师容易沟通，以你的立场以及你的角色，也许比较适合帮我们解决问题。虽然我们一直提到，在和解之前我们不会在医疗上面认错，但是如果一直强调病人的死因和手术息息相关，这就会变成是黄院长的问题。黄院长身为我们医学院的院长，背负了社会的期望，不能犯错，所以在谈判上会比较吃亏。不过，如果把病人的死因暗示为是麻醉意外所衍生出来的问题，这样黄院长就会有一个比较超然的立场，也比较使得上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希望邱副主任能够明白，也可以委婉的转达，让关医师明白。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找关医师沟通，如果他能承担医疗责任的话，整件事情就会变得简单很多，是吧？当然，用很委婉的方法。邱副主任，不晓得这样会不会让你为难呢？不会。我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帮院长做事。现在我知道你们唐主任为什么会这么看重你。我是秋敏的妈妈。哎，你好，你好，不好意思，我想跟您请问一下，今天的家庭联络簿上面是不是只有国语作业和劳作？哦，所以还有数学作业。还要带运动裤。考试卷还要签名。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不好意思，要常常麻烦你，因为小敏都会漏抄。谢谢，谢谢，谢谢。回来啦？哎，肚子饿不饿？我还没吃晚饭。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小敏睡了。睡了。庆成，学校老师今天打电话来，说是校外教学的时候，所有的小朋友都排好队等着过马路，只有小敏自己一个人落队落在后头，老师没有注意到，所以。所以怎么样？等到所有小朋友都过了马路，老师才发现小敏自己一个人在马路中央玩了起来。老师还来不及把小敏抓回来，就有一辆右转的摩托车擦撞到了小敏。他有没有怎么样？腿上有轻微的擦伤。怎么会有这种事？你先不要生气，老师他们也不是故意的，而且他们已经打电话到家里来，一直道歉了。学校是教育保护小朋友的单位，不是道歉的单位。他们又不是不知道小敏的情况特殊，万一真的出事的话，他们扛起责任。这种事情不能再发生，要不然我们帮他转学，再找更好的老师。可是庆成，小敏1年之内已经转了2次学嘞。那又怎么样？又怎么样？转再多次我都愿意。
唐主任。哎，季院长，欢迎！这么客气，亲自跑来啊！不好意思啊，打搅你喽。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方总经理，唐国泰，就让唐主任大名。幸会。没有啦，太客气了。哦，建辉啊，哎，听说你们药厂的特效药卖得不错啊？哪里？我们主要是代理一些美国原厂的抗生素跟医疗器材，还希望唐主任多多关照。好，来，坐。来，坐。哎，院长，威士忌可以吧？哎，你可以喝吧？来，哎，我来。好。老季啊，到底是什么风把你专程吹到我这秘密基地来啊？是这样，今年北区医师工会的年会就快要开了，所以我们特别来邀请唐主任来担任年会的主任委员。唐主任知道，像我们这种地区医师工会要召开学术的演讲以及年会，那非得仰仗您的声望来号召不可能。所以这点心意啊，希望唐主任无论如何不要推迟。自己人嘛，这么客气，这样不好吧？唐主任要是能够答应，这可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啊！所以这点心意是应该的，希望唐主任千万不要嫌弃呀。我看季院长不只是为这事来的吧？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唐主任。说实在的，又要麻烦唐主任。唐主任知道，这次年会又要选举，在我担任这一任理事长期间，虽然对地区的开业医师福利争取以及各项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还是有很多没有完成的事情，所以我希望能够争取连任。所以借助这一次连任呢，来把没有完成的事情把它完成。唐主任，你可是要支持我哟！原来如此啊！季理事长连任有什么问题啊？这次选举非常激烈，这个情况啊也是非常的危急。但是，如果能够得到唐主任的大力支持，我当然没有问题了。哎，我哪有那么厉害呀？唐主任，您太谦虚了。您的部门就有54票，再加上区域医院的主任都是您的学生，您只要登高一呼，100票，最低的估计。现在的学生哪会那么听话？没被人收买就不错了。我自己外科里头，我都没把握个个叫得动。不过我看面相啊，向来很准，所以老季你也不用太担心。我看你这个面相呢，感觉会当选连任没问题啊。如果不准，随时回来找我。有唐主任金口一句，看样子我要恭喜季理事长了。谢谢唐主任，谢谢。啊，来。哎，既然唐主任没把我们当外人呐，那我们就有话直说了啊。唐主任，今天我们来啊，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什么？啊，你们联大医院的赵院长退休，大家都知道。不过论实力跟声望，您唐主任是最合适继任的人选了。那个工作太忙了，我做不来的了。不过这件事啊，有关我们医院以及整个北区医师工会将来生存跟繁荣，所以我们很诚恳地要求唐主任一定要争取
担任院长的职务。我们大成医院以及北区医师工会一定会做唐主任的后盾。有任何差遣，只要唐主任您交代一声，我们绝对会全力以赴。所以我们工会里大家都很担心，万一将来徐大明接任了附设医院的院长，这样说是没错。不过我身不由己，医院里头个个虎视眈眈呐。最近光总统的女儿来做化疗的事，就搞得鸡飞狗跳。我真搞不清楚，这位置有这么香吗？不过据我知道，人事权的关键应该是医学院黄开元院长，他的提名权可是最大的关键呢。这个是唐三彩，唐代的古物，距今1000多年前的古物。你们想将这唐三彩送给黄凯元呐？我这只是开始而已哦。如果你不能证明你的资源将来会是他的资源，那他凭什么要提你的名啊？你说的道理我都懂，不过黄院长是我医学院时期的同学，没事送他个礼物，未免有点奇怪。所以要送他唐三彩啊。有一件事唐主任可能不清楚，黄院长夫人她可是出了名的古董收藏家哦。这我还真不知道。唐主任，您不要看不上这个唐三彩。今年佳士得的球拍，就是以这个唐三彩的价钱最高。院长夫人为了这个唐三彩，跟溧阳期的刘董事长竞标，结果当场让刘董事长买去了，气得这个院长夫人在那直跺脚，居然都上了这个报纸的译文版了。就这个唐三彩，那买方成交价多少？看不出来，不懂得欣赏。来。了解。很抱歉，我们必须打开电灯检查一下你的点滴。你去开灯。表姐，你还好吧？从今天晚上8点开始，点滴就一直打不顺，我怕今天晚上要打的化学药剂会打不完，所以请你过来看看。奇怪，怎么没有回血？表姐，对不起。糟糕，手有点肿，赶快打电话给邱副主任。了解。现在这个出问题了，是不是就可以请苏医师来看我？
今天是个特别日子，所以想请你吃一个。哪个爱慕你的女病人还是小护士做的、啊？我自己做的，好吃吗？还好啦，不过下次换口味，我很怕迷迭香。一个人。嗯，我可以做。做啊。关于黄院长那件事情，我想说做，可是你一定要跟我说你心里需要。哎，你不是要上去？东西忘了拿。啊？明明他每天就在我面前。为什么我老觉得他离我好远？我是一直相信的，我根本不需要想起什么，因为我从来没忘记过。喂？喂？是苏一华苏医师吗？新平。嗯。怎么啦？喂？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还好啦，只是他们说我的手有点肿，今天的化疗怕打不完。手有点肿。没有通知医生吗？今天邱副主任应该会去看你一下。不用担心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你才不要担心，我只是想找个人聊聊天，正好不舒服。今天都一直吃不下东西。哇，糟糕，敌人来了！邱医师来看我了，我再打给你，拜拜。在讲电话，我来帮你做一点检查哈。38度6。邱医师，苏一华苏医师是不是很忙？你先不要讲话哈。什么时候开始的？今天晚上做 Pro-A 例行检查的时候。有一点肿，会不会痛？你头左右转一下，摇一下。是不是左边会比较紧？被你说对了。点滴流量怎么样？几乎已经快滴不下去了。副主任，会不会是 Pro-A 的关系？
不大，我们会帮你做一点检查啊，不要担心。邱医师看起来好生气哦。他是外科副主任，当然生气啊。是不是职位比较高的人，医术就比较高明啊？也许吧。去联络一下，赶快帮他做血液凝固时间、PT 还有 PTT， 有没有听到？是，副主任。梅医师。是。我知道这会有点麻烦，但是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给我做到。从现在开始，你给我好好看住刘新平，不管他到哪边做检验，你一定要亲自推着他去。在检验报告出来之前，我不许任何人再来给我会诊，或者是提供什么乱七八糟的意见，听到没有？任何人。了解。你也一样。检验报告一出来，马上拿过来给我。难道他一辈子不承认这手术是他动的？那要看手术是成功还是失败吧。快打电话吧。麻烦你的通行证。不是医生。对不起，这是新规定，你要有专用的通行证才可以进入，医生也一样。我今天白天才刚来过。抱歉，这是今天下午6点才实施的新规定。啊？邱副，刚刚新民打电话给我，怎么样？他说人有点不太舒服。他的状况都在我们掌握当中，我们会处理。邱副，他说他手有点肿，是不是开始有一点？会处理。我可以进去看他吗？没有人跟你讲说那边那个新规定就是专门为你而设的吗？是啊。苏医师怎么这么晚还跑来？怎么进病房的同学现在连看病历都要密码？怎么搞的？刘新平有什么状况吗？他在电话里面没有说清楚，只是说什么他很难过，手有点肿，我担心会不会是血管栓塞。苏医师，刘新平已经不是你的病人了。怎么邱先生说这种话？连你也说这种话？我是个医生哎，我知道这个病人有状况，我关心一下他都不行吗？难道当我要救人的时候，我还要知道他是谁的病人，我才可以救吗？要我想办法弄张通行证，好让你进入刘新平病房去看他。是。坐吧，坐吧。哦，没关系。我是总统医疗团队的副召集人，我当然可以这么做。就这么做，无言一语。没有看到病历，也没有看到刘新平本人，
就凭电话里面一些不完整的描述，你就确定他出了问题？我也想要试着联络上他，只是刚好他的来电没有电话显示，所以我放轻松一点，人有时候是需要耐心的嘛。苏医师，你知不知道我最欣赏你是哪一点吗？你的眼睛里面充满了热忱，也充满了诚意。我年轻的时候也有你这样的眼神，可是经过这么多年下来呢，我知道光这是不够的，那不能成大局。主任，我不懂你的意思。如果我现在就让你去接触刘新平，那不就跟唐国泰正式宣战了吗？我是不会在这种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形之下呢，被迫应战，那是没有胜算的。那万一刘新平真的有状况怎么办？你放心，唐主任呢跟邱副主任他们会处理的。记住我的话，现在抢猪头呢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一定要等到最好的时机再出手。主任，我没有要抢猪头，我只是想……我知道你不是，你也没有。不过记住我的话，不要操之过急。有空到家里面坐坐。好，不要急，要有耐心，要有耐心。谢谢主任。要有耐心。你知道现在病患家属他们提出多少赔偿金额的要求吗？800万。现在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根本就不清不楚。家属凭什么跟我们要求这样的赔偿金额？是啊。总之呢，院长是他们那边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再扩大下去了，所以他们现在目前倾向就是直接赔偿。直接赔偿？为什么？他们在担心什么？谢谢。谢谢。不管他们在担心什么，我一点都不担心。我知道你的个性是这样子的。院长是他们那方面希望，如果我们先做个假设哈，如果你愿意出面来承担这个所谓名义上的责任的话，那么接下来实质上的谈判或者是赔偿金部分，黄院长他们会立刻接手来处理。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自己出面，而且赔偿金部分你不需要出到1毛钱。那再讲的长远一点的话，未来你在医院里面的评鉴也好，升等也好，我想黄院长他一定会记得这一次你在这个事情当中的付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了解我，你也应该知道，赔偿金额多少，或者是生不生钱的问题，根本不是我在意的。那你在意什么？我问你，如果你今天因为医疗纠纷被判处徒刑，黄院长能够代替你去坐牢吗？我想整个事情不可能变得像你想的那么恐怖。现在不管是院方或者是病患家属，没有人希望是由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事情嘛，而且没有人希望这个事情闹上媒体，因为一闹上媒体的话，就是两败俱伤，谁也拿不到好处。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上面，大家是有共识的。舅父，你误会我刚才的意思了。我不是害怕把事情闹大，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根本就没有犯错，本来就不需要赔偿啊，为什么要急着跟别人谈条件呢？安心，我试着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我客观的来分析这件事情给你听啊。你看，黄院长他是一个医学院院长，他的目标很大，所以如果今天着力点是落在他身上的话，哇，那整个争议会非常大，事情会变得很复杂，对不对？
可是换个角度，如果你愿意多承担一点的话，那么院长他会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嘛，对不对？他可以用一个比较超然、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跟病患家属周旋、谈判，来处理整个事情。那我想这样子整个事情是不是会圆满一点呢？就不，完全不赞同你的意见。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本来就是是非跟对错的问题，它不是债务哎。既然不是债务，怎么可以用分配交换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对了，我想这只是立场或者是说法的不同而已。好，那也许我们换个方法来讲这件事情，你就把它当成是帮个朋友嘛。反正这个事情弄到后来，我相信你也不会有太大的损伤。别人又欠你一个人情，这何乐不为呢？我们医生只要尽了力，不管到最后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都问心无愧。因为毕竟我们不是神。但是今天你要我平白无故承认犯错，就是叫我承认过失杀人。过失杀人，不管赔了再多的钱，都还是过失杀人。从事医疗这个行业，如果不重视名誉，那根本就不要做了。我问你啊，你今天还要不要从事医疗这个行业？如果要，你怎么会告诉我没有什么损失？你怎么会告诉我不重要呢？哦，关心，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真的，我完全同意。只是我想，我还是要跟你讲一个真话。今天黄院长他亲口答应，在未来你工作上、升迁上，他会大力帮助你。我觉得他其实已经很够意思了。你想想看，你今天在附属医院上班，好，他是医学院院长，你干嘛跟他过不去？我从来没有要跟谁过不去，我今天只是就事论事而已。但是如果邱富你今天硬要逼我出来顶责任，就是你跟我过不去。哎，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只是帮别人传话而已啊，这个不是我的意思啊。对不起，是我太激动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要责怪你。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其实我早就知道，今天顶多就是跟你来吃个早饭而已，因为我讲再多，你都不可能改变你的立场，对不对？好了，那现在我台词说完了，我们现在就是好好吃一顿早餐嘛，好。真的不骗你，这边灯艺真的很正点，你试试看。对不起。喂。哦，好，我马上回来。对不起，没有办法跟你吃早饭，我要先回医院。没关系。希望我们刚才的谈话不会困扰你，好吧？没关系，我今天只是负责传达而已。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是好人。好，那你慢慢用，我先走了。那今天我请客，好不好？下一次换你请。OK。谢谢。拜拜。拜。副主任，现在要怎么处理呢？你联络一下 X 光科，请他们准备紧急静脉血管摄影。提醒他们，显影剂要从左手这边静脉打进去，不要从剖位注射，要不然什么都看不到。可是副主任，现在这时间马上去照的话，有点……怎么样？我不管他们那边有多忙，请他们第一优先处理。而且你要注意到，你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刘建平去做这个检查。去了以后，你就在那边等，片子一洗出来，马上拿给我。朱女士于今年6月17号入院。由于朱女士长期不孕，因此我们初步判定，朱女士可能是子宫长期发炎导致子宫黏膜过多，造成子宫粘连。喂，你不要老是说一些废话好不好？讲一些人听得懂的嘛。哎，关心呢？那个麻醉医师为什么没有来啊？
叫出来呀！叫出来讲啊！我们安排朱女士在6月18号接受子宫内视镜的检验。朱女士进入手术房之后，情况良好。由于这一次的手术是不受时间限定，因此本院麻醉科的关医师依照惯例采用静脉麻醉。从麻醉到手术的过程中，一切正常，并没有任何异状。直到手术。你走上来了。对不起，接你东西耽搁了一点时间。所以现在怎么办？经过我们全院的抢救。行，怎么办？就事论事啊。邱副主任没有先找你谈吗？这件事跟邱副主任有什么关系？有事情直接找我谈，不要派人传话。我们不是在同一间医院吗？对于黄院长刚刚的报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哎，你们说的这些医疗报告，对我们来讲太专业了。你们一直在为这些小的事情在打转，我们的心情已经很难过了，怎么听得进去呢？啊？更好笑的是，刚才听完你们的报告，好像是说这个手术是成功的，啊？那既然成功了，人为什么会死啊？是不是像我们这些家属跪下来跟你们叩头再说声谢谢啊？讲了什么话？莫名其妙！邓先生，朱女士的过世，我们跟你一样感到难过，也很遗憾。好了好了，够了。这几天你们已经说了很多遗憾啊、难过的这些话，请你们不要再用这种言语来敷衍我们。难道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既然手术成功了，那人为什么会死？我能理解你的心情，邓先生。事实上，提出来的每一个问题，我们都有一直在追查。但是手术麻醉涉及的范围很广泛，我们是不是能够请当天负责麻醉以及整个急救过程的关心医师上来说明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够回答你的问题？你能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吗？是你要负一切的责任吗？你愿意听完我的报告再提出你的问题吗？我在问你，是你要负一切的责任吗？请你回答我。如果这就是你的问题，抱歉，我无法回答。那你干嘛浪费我们的时间呢？我只想试着说明事实的真相，让大家理解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你认为这样的理解不重要，那我就要先离开了。我也不想浪费时间，必须去看其他病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如果邓先生你不想听，就请你出去，让关医师把话说完。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是朱慧英的母亲。作为一个麻醉医师，有时候我也会怀疑，每次的默哀到底可以挽回什么？就像下一次，我同样无法阻止此生从我手中夺取生命一样。可是，是不是因为这样，就从此不再从事医疗这个行业？
这样的默哀，与其说是为了死去的病人，倒不如说是为了我自己。因为默哀让我体认到自己的无能，以及感受到死亡的一恐惧。也唯有这样，我才能继续在这个行业中奋斗下去。各位看到的这一张是这次手术的麻醉记录。说得好，你又在让我们看一些我们看不懂的东西。我倒想请问你，关医师，记录是你记的，话也是你自己说的，我们凭什么相信你说的真的还是假？你必须相信我，因为我在这里公开的向大家说，并且以我的信誉在病历记录上签下我的名字。我从头到尾都不相信。你说什么？我说我从头到尾都不相信你，不相信你们，不相信这家医院。如果你从头到尾都不相信我们医院中任何一个人，你为什么要签这张手术同意书？你为什么要把他的生命交在我们手中？你很会耍嘴皮啊，关医师。我只想让你知道，你必须相信我，就如同我也会用同样诚恳的态度面对整件事情一样。关医师，我听人家说，医学的道理非常的复杂。如果医师存心要欺骗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今天在这，我愿意相信你。关医师，请你说一句良心话，你们到底尽力了没有？王院长，你要谈到解决这样纠纷呢？真的有过失吗？对不起，医院不能够承认访问，对不起，不能。叫医院给我们真相，不要掩盖事实。对呀，我们要真相啊！看这里啊！我现在要跟全国的观众讲啊，这个联大医院啊，草菅人命，不负责任呐！对啊，我们要真相啊！廖伟，今天在后面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是你朋友吗？回答我。钟妈妈，你不觉得医院的这些人太可恶吗？我们只是个小市民，他们一定会欺负我们。如果不找些人来帮忙，这些医生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的。那些人像人样吗？人家还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在这里用他们的方法，再说也不会赢。他们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拿了一些我们看不懂的药，就说已经尽力了。你们会相信吗？慧英的死，他们要负责，不能就这么就算了。你昨天不是打电话给他们，打算用800万解决慧英的事，怎么现在你觉得不能就这样算了呢？那个是谈判，我要他们对慧英的死负责。我姐死轮不到你要求赔偿，你没有资格。你说什么？他为你还的债还不够多吗？到时候你还不放过他，还想拿来赚钱？哎，不放过他的是你们呢！你们住的、穿的、开的车，全部都是他付的钱呢。他苦了一辈子是为了你们呢。说什么？好了。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求一个公道。我要他们告诉我，慧英为什么死了。
是谁把记者弄到这儿来的？报告院长，那个马一芬很有办法的，医院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嗅得到。但是现在记者那边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最重要的是把这件事情搞定。邱继成到底跟关医师沟通过没有？据我所知，邱副主任跟关医师的沟通好像不太成功。关医师一直认为他自己没有出什么差错。他到底要什么？我想不出来，他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也许关医师认为邱副主任的层级太低，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找麻醉科赖主任去跟他谈。那个赖主任满口广东国语，呼噜噜的，我跟他说不上半句话。赖承旭从教授一路升到麻醉科主任，都是由外科唐国泰主任一手张罗的。我相信你只要透过唐国泰传个话就可以了。唐国泰，他最近不是有很多争取附设医院院长的动作吗？我想您拜托的事情，他一定会全力以赴。这倒也是。这关医师到底在想什么？真麻烦。热咖啡，谢谢。关医师，你好。马小姐，有事吗？哦，我是来为你打抱不平的。刚才那些家属也真是的，怎么可以用这种无理的态度来对你呢？他们根本没有搞清楚状况嘛，对不对？谢谢你。我还想说，关医师，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什么？我没有什么看法。你有什么委屈可以跟我们讲啊？我们媒体可以帮你伸张正义的。是不是上面有人交代不能说？还是说不定你的死真的跟黄院长有关系啊？马小姐，怎么一件这么简单的医疗事件，到你们手里就变成很多人犯错的社会问题？这件事情现在还在调查，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可是你们这样一直沉默下去，到最后就变默认了。可能还会有人说你们不敢面对啊，或者是……马小姐，我现在很忙，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好，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想改变主意的话，可以随时随地打电话给我。可是要记得要早一点哦。谢谢。今天下午3点钟，于本院行政大楼12楼视听中心，苏医师，你好。开幕教育研讨会，敬请护理部以及复健部相关同仁准时参加。慧心，我刚刚看到那个好像是电视台的记者，他不会是来问你跟黄院长那件事情吧？没什么，他只是想来套一些消息而已。你没事吧？有没有什么我需要帮忙的地方？要让我知道。我没事，我自己可以处理的。有事叫我吗？啊，最近有去看刘新平吗？我自己有点担心他，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多留意他一下。刘新平是唐主任跟邱副的病人，他们会照顾他的。怎么你们说的都一样啊？我这样说有错吗？不是你有没有说错问题？我上次不是问过你，你也说邱副的技术很好的啊，应该不用太担心啊，怎么现在担心起来了？不是，我没有怀疑邱副的技术好不好啊，我的意思只是说，我看过那个 X 光片，
我还是觉得 Pro A 放在那个地方真的有点危险。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把重点放在是谁的病人，谁帮谁看病就会得罪外科？我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做什么没有伦理，没有是非？突然不觉得你这样讲有点过分吗？既然刘新平是邱副栋的刀，本来就应该让他去照顾啊，这有什么不对吗？这跟医学伦理有什么关系啊？对，话是这样讲没有错啊。可是我只是因为担心刘新平这个人而已啊，所以再怎么讲，他曾经也是我的病人。我不管刘新平究竟应该是谁的病人，我也不管你们唐主任跟徐主任到底是怎么在斗争的。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不满什么你上次先说不介意，然后现在又把你病人被抢走的气发在邱医生身上，你就这样公平吗？关心我没有这个意。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整个医院就像着了魔的空间一样，每个人都不知道在争什么你还有这么多的病人，你为什么非得要把目光放在刘新平身上？难道就是因为她是总统的女儿，就非要由你来照顾不可吗？对不起，当我没有说。注射进去的时候，会觉得全身热热的，没关系，那是正常现象。我要你现在深呼吸，憋气，不要动。拜托，我不是叫你不要动吗？你这样哭，拍出来照片乱七八糟，怎么能看？主病房你好，总统先生，找新平。好，稍等一下。新平，爸爸电话。爸，你怎么样？忙不忙？怎么又背跟你啊？好可怜哦。你放心，我没事。你不用，真的没事了。我有事会找你。好，拜拜。喂，休息室。在，你等一下。哎，主任。快。谁啊？医学院黄凯岳院长找你。哎，院长。当然。有什么事吗？
哦，我马上过来。请喝茶。院长，唐主任已经在里面了。我知道。唐主任，哎，院长，你这么忙，还把你找来，好久没看了。哎，没事没事，坐坐。哎，坐。你知道麻醉科的关心医师吗？啊，嘿嘿，哎，嫁啥不？到现在还没男朋友，嫁不出去了。我那件医疗纠纷就是他负责麻醉的。啊，有听说过。嘿嘿，你知道对方狮子大开口，要800万的赔偿金。800万？对方有没有抓到你什么把柄？倒是没有，只是我很忙，实在没有时间老耗在这件事情上。如果能早一点解决，我倒不排斥给他们一些钱，只是这笔钱的数目还有待商榷。当然，数目这么大，我是有点担心，关医师会怂恿家属，要求病人做病理解剖。他干嘛这么做？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还是担心，万一白纸黑字弄上个病理报告，总是不太好。说的是。我知道贵科邱副主任跟关医师交情好，曾经拜托过他跟关医师谈谈，可是好像没什么回应。很抱歉，那天因为很急，所以直接去找了他。没关系，没关系。不过关医师这个人十分固执的，光靠邱庆成未必说得动他。所以我想，是不是麻烦您去直接找麻醉科的赖主任关照医生，请关医师暂时不要有动作，等我把事情处理完毕，我会给他一个交代。院长，赖主任这方面绝对没有问题。不过他去泰国开会，等他回来我找他谈。不过我认为现在钱是最重要的问题。国泰，我把你当自己人才敢这样拜托你，细节你要怎么做我不过问，这样你也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发挥。好，我明白意思，我会尽力而为。那我就先谢谢你了。应该的，院长交代的事就是我的事嘛。谢谢。喂，我是马小姐。今天不是都问过了吗？这是单纯的医疗事件，不是过失致死，原因还在调查，等有了结果我会告诉你的。对不起，我正在开会，谢谢。我正在开会，谢谢。你看我都快被整惨了，连记者都找上门来了。今天这事儿一上晚上新闻，我的头都大了。刚刚那个马小姐是不是 BTV 的马一芬呢？对，就是她。这些当记者的一个比一个麻烦。喂，常经理是吗？哎呦，唐主任啊！常经理，我的花篮收到了吗？收到啦，谢谢啊！不用客气了，以后要叫你常经理，而不是叫常主任喽。那我什么时候要改口称你是唐院长啊？
哎，希望我真能有这个命哦。显影剂停留在锁骨下静脉前面的时间太长了，静脉前面都长出一些不规则的新生血管，血管栓塞，怎么这么严重啊？副主任，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病人，你为什么非得要把目光放在刘欣婷身上？难道就是因为她是总统女儿，就非要有人来照顾？他是发烧那么一点小理由，在那边大做文章，到底谁跟谁过不去了？对于你没有办法签字帮总统女儿开刀，觉得非常自己说不在意的，你怎么现在又把病人被抢走这个怒气发在邱医生身上？心病已经不是你的病我现在就让你去接触刘新平，那不就跟唐国泰？就算当初是让你来上刀好了，你以为这样子的话，在记者会里面拿着麦克风讲话的人就会是你吗？太天真了，所以是对你一点好处没有，一定要等到最好的时机再出手。你还好吗？我来帮你量温度。还是一直在发烧哎，很难过，对不对？